因为他的高考成绩是达不到嘛，那我们就需要给他换一个背景。無論係假學歷，10萬塊錢包括的就是給您做12個月的公司流水，定係高才通嘅簽證資料造假，背後都牽涉黑中介。01都有報導過有黑中介疑似買通海外嘅學校同國際試嘅考場，咁考慮到維護香港嘅留學品牌，你覺得執法部門係咪應該去尋求內地單位協助，聯手打擊假學歷嘅問題呢？我亦都知道咧，好多時咧係有啲情出現咧，都係中介去嘗試因為賺錢而不擇手段嘅。我哋執法部門如果知道呢啲情況咧，一定會嚴打。而且咧，亦都會同內地嘅單位咧，去共同打擊呢一啲違法行為嘅。01偵查揭露過各種嘅黑中介，特首李家超開腔話要同內地執法部門共同打擊違法行為。咁嗰啲被發現用假學歷嘅內地學生已經俾大學開除，有人逃走翻去內地之後，俾香港警方通緝。咁我哋獲悉，部分嘅學生已經俾公安帶走問話。我最近知道是有學生被陸續，比如說港中文和港大發郵件通知你被開除掉了。目前我接觸過有3個回到大陸了之後，被當地的有關部門上門給帶走，就是當地派出所把學生帶走做筆錄，但是沒有說羈押之類的。說一下你是怎麼去香港讀書的，怎麼辦的？喺北京開設留學中介嘅山路哥喺行內有14年經驗，近年戴面具拍片揭露行內黑幕，一早警告過所謂保錄取嘅騙局，所以有喺香港被開除同埋通緝嘅內地生揾佢幫手。您有接觸就是從香港被開除的學生，他們的心情是怎麼樣？他們第一就害怕會不會這個自己會牽涉到刑事犯罪的過程當中，兩地在有一些這個執法上其實是有很多合作的，會不會回到內地也會包括找工作，甚至會不會在這裡也會被一些處罰。第二就後悔吧，不光是香港，其實最早開除的是 NYU， 就是紐約大學，然後英國就是 UCL， 這兩個學校是我之前接觸開除最多的。這兩個其實在之前保錄取爆雷其實是美國和英國，但是因為他們開除不是這麼大批，而且沒有學校發就特別正式的公告，不像香港和這個澳門地區就很正式的大學就對外發了，而且報警。涉及一啲中介公司，呢啲中介公司我哋當然都係好自然啦，我哋調查嘅對象啦。咁而呢啲中介公司所協助過嘅申請，我哋全部都會翻睇下佢嗰啲學歷有冇問題。我明白有啲中介公司講得好好聽，佢哋咁樣我都知道。咁但係嗰個學歷是真是假，佢自己作為一個大學生，佢冇理由唔知冇理由唔清楚。咁只係咧就存一啲僥倖嘅心理。首先被開除的學生，我認為這種不知情的可能性很少，幾乎沒有吧。如果說是被開除掉或者提前跑回大陸的，說實話我沒有辦法，我只能說找一個好點律師吧。不過佢都話，確實係有學生俾中介用假學歷攞到錄取，學生決定放棄入讀，有家長使咗100萬人民幣，擅自將學生嘅資料交咗俾黑中介，成功申請到 UCL 入讀本科。但係學生覺得事有蹊蹺，中介從來都冇要求提交學校成績同埋證書，更加拒絕提供英國院校聯合招生系統 UCAS 嘅帳號密碼，於是委託佢調查，向英國攞返遞交嘅原始文件。然後學生登錄之後發現用的是加拿大安省的一個高中的學歷，填的一些實習的經歷都是假的。10年前嘅留學黑中介多數只係做修改本科 GPA 成績，或者請槍手去其他國家代考 IELTS、TOEFL 等等嘅國際試，偽造海外學歷係新冠疫情之後嘅產物。疫情加上內地運動式嘅教育雙減政策，山路哥話大量補習培訓機構收入大減，甚至倒閉。有人因為咁樣走偏門，做保錄取兩頭呃，實際上只係偽造海外學歷，根本唔存在內部特殊名額。疫情變成線上授課，學生又不用出境去學習，所以這個海本的背景不需要出入境記錄，可能也造成他們做保錄取的一個特殊的時期吧，利潤確實非常非常的大。
你想做一个保录取的案子，比如过100万的，相当于我们中小型機構可能大半年的利潤啦。保錄取黑幕喺香港曝光之前，已經有內地傳媒報導過。2022年7月，廣州嘅《羊城晚報》就開名曝光一間四川成都叫做 AdmitRice 嘅中介造假學歷。呢間中介嘅全名係成都舒歡和他的小伙伴科技有限公司。我哋今年5月調查假學歷嘅時候，亦都接觸過呢一間中介。當時佢哋仲有推銷保錄取服務，聲稱可以入到 QS 世界大學排名前100嘅院校，包括香港嘅8大。呢間中介一早就有前科，有學生發現中介未經佢同意，用造假嘅美國本科學歷幫佢申請去英國讀碩士，於是拒絕俾尾數並且要求退款，但係就俾中介告上法庭。學生於是就反訴中介。申請謝菲爾德大學的這個研究生的時候，他所提供的這個所謂的那個大學是哪個大學那個名字，就是那個大學的那個本科證，是不可能有獲取的，沒有在那邊讀書，那麼那個證明顯就是造假，這個是因為他沒有在美國沒有出境，這個材料被告此前是從來沒有見過也沒有看到過的，是直到這個原告方來起訴了。然後他不得不去查詢一下這個相關的東西的時候，他才發現咁不過中介一方嘅代表律師面對法官嘅提問依然狡辯，認為偽造美國本科畢業證係真實嘅。在沒有去過，並不代表不能申請本科畢業證。所有的一切的資料都是為了便於獲得2021年秋季英國碩士的錄取通知書做的修飾。並且本科畢業證是真實的，所以說未來可能有信用危機的問題，不是服務委託合同約定的服務內容。畢業證是真實的，那這個學校就讀過沒有？沒有。沒有就讀過，那這個畢業證怎麼來的呢？就是舒歡公司這邊。他們向那個學校申請的。那個學位證副本有2張紙，很重要。它顯示了從2017年一直到2021年，在這4年期間，他居然在這個大學都拿到了有3.0啊，就是 A、B 啊這些評分的每一門功課的成績單。這個明顯是不可能的。作為一個女孩，她不可能在這種已經面臨要到英國被監禁這種風險，現在國際形勢這麼複雜，她不可能在這種情況下繼續服務。當年《羊城晚報》報導發布之後，教育部回應話將違規機構納入留學服務業黑名單。不過又2年過去，呢一間四川中介仲有運作，繼續有申請香港院校嘅服務。香港多間大學亦都早已聲明，切勿誤信聲稱可以保錄取嘅中介，但係就未有公開中介嘅名。澳門城市大學喺今年6月發公告，點名23間內地中介，嚴正聲明絕無同中介合作。諷刺嘅係，第一間廣東絲路縱橫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張坤就做過澳門城市大學研究生會嘅主席。偽造學歷同埋簽證資料喺香港都係刑事罪。過去嘅案例，被告都係俾人用虛假文書為取得入境證而安排作出虛假陳述，企圖用欺騙手段取得服務等等嘅罪名被起訴或者定罪。最高嘅刑罰分別係監禁14年同埋10年。喺內地就涉及刑法第280條偽造印章罪。偽造公司等等非國家機關嘅文件，最高刑罰係監禁3年。我哋查閱過內地法庭嘅判決書，都有記錄到中介造假嘅經過。例如喺四川嘅成都岳陽留學，法院認定中介指導一名湖北學生虛構教育、工作同埋實習經歷。學生雖然獲得香港大學工商管理、法律雙學位錄取，但係有被辭退嘅巨大風險。最終湖北省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判決，中介向學生退款22,500蚊人民幣。
而呢一間深圳市淘興海外商旅有限公司收取原告30萬人民幣辦理香港專才移民，法院認定呢個實際上係原告付款換取形式上嘅僱傭關係，違背香港嘅輸入內地人才計劃，擾亂公眾秩序，損害兩地社會公共利益。原告後來親自去到香港諮詢入境處，先知道呢個做法嚴重違反香港法律。最後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法院判決中介敗訴，要退款24萬人民幣。案情仲披露咗假受僱嘅香港公司，中文名係人靈貿易，註冊地址係秘書公司，董事係用澳洲護照登記，普通話拼音姓黃嘅人，已經3年冇交周年申報表。公司註冊處一度申請剔除註冊，不過呢啲都係關於中介費合約糾紛嘅民事案件。雖然法院認定中介造假，但係公安等等嘅執法部門都冇介入調查，中介退款了事，似乎冇後果。公安過去都有零星打擊中介造假嘅行動，但係春風吹又生。國家安全部有拘捕過造假嘅中介，原因係喺申請材料入面植入反華偏見、反動政治言論。到而家假學歷已經爆煲，中介好快變陣，推出協助退學服務，話可以幫用假學歷嘅學生編造藉口申請退學，以免香港同埋澳門嘅大學報警，榨乾多學生一筆。其實沒有香港和澳門這個事情之前，保錄取暴雷的人非常多。我現在保守跟你講已經過億了，就我諮詢過的涉案金額，有相當部分的人是不太願意去找這個司法部門，不報警公安，不太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去牽扯到刑事類的案件裡。再有的家長可能也不太希望自己的錢財這麼多讓其他人知道。我們這個行業真的太亂了，我們堅持自己的價值觀，不願意跟他們一個樣子。所以你知道這叫現在有個詞叫倒反天罡，就是你堅持做正確的事情，反而別人認為你不專業。所以為什麼我就是一直想曝光這些事情？香港的政府部門跟內地溝通，要嚴查我們這個行業這些害群之馬。